亲子游戏，老公宋之抱着孩子飞快地奔跑，把别的家长甩在后面，胜利在望。孩子在感官和速度的刺激下，搂紧老公的脖子，兴奋地喊着：“爸爸，爸爸！”多么幸福的画面，多么珍贵的视频。可惜拍摄者和发送人是老公的女发小，孩子也是他的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在宋之购物软件的信息栏里，看到了成功开通亲密付的提醒，我以为受益人是我，虽然寻思半天也不记得同意过。他去洗澡了，手机就放在床边。我最近相中了一个包，就拿过来他的手机，打算用他的账号助力一下，领个优惠券。此刻我已经无心那个包了，只想确认那是不是我的账号，或许也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，想给我个小惊喜。可惜点进去是一个不认识的，甚至都没见过的名字。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宋之从浴室里出来了，满身水汽。你给谁开了亲密付？我把界面打开给他看，他擦着头发，无所谓地说：“方言他女儿欣欣要过3周生日了，我说送她个礼物，她死活不要，我就绑定了她的账号，让她选好了，直接用我的号付款。你都没给我开过亲密付，我多少有点吃味。”他有点烦躁：“不是吧？你都多大了，还跟小孩计较？难道一定要我大度地表示不在意才行吗？这种事也不是1次2次了。那你绑定的也不是欣欣的账号啊，终归是方言的。”他蹙眉看着我，语气失望：“欣欣才3岁，知道怎么网购吗？况且人家方言也没买东西，给孩子买生日礼物我也不拦着。可是我总觉得这个方式哪里不好呢？”他说完，我俩就陷入了沉默。我还拿着他的手机，无意识地翻着聊天软件，有新信息，是方言发来的，几张图片和几个视频。前2天父亲节，是宋之去参加的，视频里很嘈杂，充斥着加油声和呐喊声。宋之抱着欣欣在做游戏，2个人开心地跑着跳着，活像亲昵的父女俩。欣欣兴奋地搂着宋之的胳膊，尖叫着：“爸爸，爸爸！”我的耳边却像平地里炸了颗雷，真的差点拿不稳手机。宋之在旁边，不用看，大概也知道发的是什么，更何况那天听到的，现在又听一遍。他解释道：“别的孩子都有爸爸，所以我就让欣欣喊我爸爸了。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那么细腻体贴的一面？简彤，你不会真的要跟个小孩子计较吧？”他狐疑地看着一言不发的我，现在我更不能说什么了，说了就是我跟小孩子计较。宋之啊宋之，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呢？对话框又亮了，方言打了一行字：“如果要是真的就好了。”什么是真的？真的爸爸还是真的老公？这是一个刚离异的女人应给已婚男人发的吗？我立马把语音拨过去。宋之，对方的声音传过来，轻柔中带着一丝不解。宋之立马快步上来，从我手里夺过手机：“不好意思啊，方言，这么晚了，吵到你了。”他的愧疚特别刺耳。方言有些为难：“我没关系，我还没睡。”不过欣欣吓得一哆嗦。宋之看了我一眼，冷漠地用眼神责怪我：“既然已经打通了，为什么不问出来？什么是真的？你刚发的，什么是真的就好了。”方言恍然：“简彤也在啊，没什么。我是说，如果是欣欣真正的爸爸就好了，别的孩子都是亲生父亲陪着，只有欣欣。”后面越说越有点哽咽。宋之一边去别的房间，一边轻声安抚。方言是宋之的女发小，一起玩的还有2个男人。她几年前远嫁，最近离异回来了。
搬东西的那天，几个人去男方家接他。我说可以叫一辆货拉拉，可是几个人去就为了给他撑腰。那天下着大雨，宋芝把车开走了，我赶公交淋得像一只落汤鸡。宋芝跟我说过，说方言家重男轻女，他嫂子还不待见他，接回来他也要住出租屋。他们几个已经给他找了房子，虽然方言的原生家庭不尽人意，幸运的是他身边这几个真心的发小，所以他需要宋芝的时候，我也没多说什么，或者说多说又有什么用呢？就像父亲节这天早上，宋芝翻出一件白衬衫套上，一边系扣一边嘟囔：“有点小了，胳膊这好紧。”我帮他拽了拽衣服，是有点紧。他整理着，猛然想起了什么：“你帮我再找双白鞋吧，老师要求穿的。”他要去陪方言的女儿参加幼儿园举办的亲子活动，今天爸爸可是主角，我千万叮嘱早去早回呀。中午你妈让过去吃饭，你知道我有多怵头的？结婚刚半年，婆婆就一个劲催着生孩子。宋芝亲了亲我的额头，笑呵呵地说：“知道了，老婆大人。”她答应得痛快。可是真的到了中午，却不见人影。我在餐椅上如坐针毡，直到宋芝给我发了信息，我悬着的心总算死了。她要陪欣欣去吃汉堡，下午还要去游乐园，行程排满了，哪里还有我的地方？我歉意地跟公婆说：“爸妈，宋芝今天有事来不了了，叫咱们别等她了，先吃饭吧。”婆婆不悦地从鼻腔里哼了一声：“你们两个要分清孰轻孰重，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有个孩子。还有，你上次来穿的不是这个外套吧？少买几件衣服，以后有了孩子花销大着呢。我身子骨不好，到时候看不了孩子，你们雇保姆也得花钱，省看点花总没错。结婚的彩礼也不少钱呢，你们不要乱动，到时候产检住院用钱的地方多得很。妈就是提醒你们一句。”我的沉默震耳欲聋。现在看来，我当时被摧残的时候，他却开心地陪着他们玩乐。我应该给方言腾个地方，给宋芝妈自带个孙女，那么大了还不用她看，不用她花钱，何乐而不为？宋芝接了语音通话以后就没有再回来，直接在客房睡下了。第二天也早早地出了门。我以为他要跟我冷战，直到我看到桌子上保温着的粥和包子，他心里还是惦记着我的。也许他真的只是想拉这对孤儿寡母一把，是我想多了。临近中午，下起了瓢泼大雨，同事们讨论起午饭怎么解决。我的外卖就到了，小哥递给我，尾号8802，是宋芝的电话号码，这样方便他用会员券。我的饭搭子嚷嚷着自己被抛弃了，我一开始被打趣的还有点难为情，拆了包装却立马傻眼，鲜红的汤油飘在上面，昭示着它有多辣，而我是不吃辣的，这一点宋芝也是清楚的。事实，宋芝的电话打过来：“彤彤，外卖小哥把你的外卖弄错了，他说他会处理，你等一下吧。”我看了看外卖上订的单子，地址是一家 4S 店，联系人是方女士。宋芝跟我说过，她形象好，在做汽车销售。我居然有些了然，心里很平静。等了半个多小时，也没人联系我。我把外卖丢到垃圾桶，给一盒自热米饭递了过来。我顺着骨骼清晰的手腕往上看，新来的组长正等我接过去。我颤颤巍巍地接过来，磕磕巴巴地道谢。他笑得不以为然：“赶紧吃吧，别饿坏了，不是辣的。”上次淋雨也是组长给了我一条毛巾，让我收拾了一下狼狈的自己。组长真好，我要给组长当牛做马。话说回来，就算组长不好，
我也已经是牛马，那更彰显了族长好的难能可贵了。外人尚且做到这个地步，宋芝却在给别人送温暖。我真的有必要跟宋芝好好谈谈了。可是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打开门，一股好闻却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。映入眼帘的是宋芝和欣欣正坐在沙发上，没事人一样看动画片。垃圾桶里是我香水瓶的残骸。宋芝把欣欣圈在怀里，扭头看我，眼神有戒备，有警告，好似又要嫌我跟一个3岁小孩计较。我径直走回房间，锁上门。桌子上的水乳精华还横七竖八地倒着。我脱力地躺回床上，宋芝隔着门苍白地解释：我刚才去熬粥，没看好欣欣，她太好奇，把你的香水打翻了。明天我再给你买1瓶。方言得了急性肠胃炎，住院了。这几天欣欣得住在咱家，你放心，我接送她上学。又是因为她，你们一定好奇，为什么别的发小像周鹏不能给他看孩子？上次父亲节我也问过宋芝，他说是因为欣欣跟他亲近，愿意跟着他。上了年纪的爸，重男轻女的妈，年幼的女儿和离异的他不帮他，谁帮他？周鹏老婆给我发了个朋友圈截图，一辆崭新的汽车，配上一句励志的文案。这个是方言买的新车吧？不是说他是净身出户吗？哪里来的那么多钱？说实话，我对方言的了解可能是最少的，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，甚至只见过他一回。他从外地回来，因为大家去接他，便请了一次客。虽然是东道主，却姗姗来迟，几个发小也不挑理。宋芝还给欣欣点了芥末虾球和糖醋里脊。方言到了，他还邀功似的说着，好像在等方言的夸奖。上次父亲节，方言发了3人一起吃汉堡的图片，周鹏老婆也转发给了我。人家早就洞察到2人的不一般了吧？只有我还傻傻地蒙在鼓里。宋芝满心满眼都是方言，看来我与他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些衣服，准备回我妈家住一段时间，好好冷静一下。宋芝看到我要出门，从沙发上弹起来，一把摁住了行李箱。简彤，你干什么去？我也没必要藏着掖着，轻声说，既然你还得照顾欣欣，那我就先回我妈家。是因为1瓶香水吗？坏都已经坏了，难道责怪了孩子就会复原吗？看来他丝毫没觉得愧疚，往事如走马灯一样在我眼前划过。我被他攥得有点疼，像是自虐般，一定要把他的手拨开。你说的对，香水坏了就是坏了，不会修复好了。就像我们的感情，宋芝，离婚吧。最后他放开了我，我从那个令人窒息的地方逃了出来。他不解，他做错了什么？我想了想，他确实没有做什么原则性的错事，只是他的心里始终有别人，还有别人的孩子。一个并不能完全在意你的人，对他对你都是负累。既然他有那么多需要惦记，不如我放手，让他得以喘息。一个好友申请发来，备注了我是方言。我冷笑一下，他终于不是躲在宋芝身后了，我倒要看看他会耍什么花招。同意后，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就被扔了过来。不好意思啊，简彤，听说欣欣摔了你1瓶香水，你折现一下，我转给你。我现在在住院，欣欣没人照顾，多亏了宋芝，你不要生气，我们就是好朋友，你千万不要误会。他不肯实话，我就只好撕下他伪善的面具了。方言，你是聪明人，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对方正在输入这几个字，一下亮起，又一下切换，终究还是发了出来。简彤，欣欣不能没有爸爸，你把宋芝让给我吧。他这话什么意思？
所以欣欣是宋之的孩子，不是他前夫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被净身出户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宋之会格外在意欣欣了。原来他早就知道，原来人家才是一家人，我只是外人。宋之也是知道的吧？我不死心地问。对不起简童，我也不想跟你抢，可是为了欣欣不缺失父爱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一个始作俑者伪装的比我这个受害人还委屈，我也懒得跟他废话。那你让他赶紧同意离婚吧。几天后，宋之才来接我，大概是方言出院了，欣欣也不需要他带了，他才空出手来忙我的事。我果然排在最后一位。我与他是相亲认识的，相识半年，结婚半年。他也曾冒雨给我买过痛经药，也曾在大雪天接我下班，这些我妈看在眼里，也会劝我给宋之个机会。妈，在这里讨论身体出轨过分还是精神出轨过分，没意义。出轨了就是出轨了，何况他还有个孩子。什么？我妈听了以后暴跳如雷。我爸嚷着要找他算账，还都没有我情绪稳定呢，所以他在客厅低声下气的跟我妈好话说了一箩筐，我妈都不为所动，一个劲数落他。我把女儿交给你的时候，你是怎么保证的？我们让你进来，只不过是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不然是打死也不可能给你开门的。不仅外面有人了，还冒出个好几岁的孩子。你把我们家彤彤当什么了？我站在门口，隔着门板，听他后来没了声响，态度缄默。我知道我们不会再继续了。当天夜里，我妈就气得胸闷难受，喘不过气来。我跟我爸赶紧打了急救电话，到了医院，医生说要心脏支架，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，还有费用准备。我爸被我妈吓得六神无主了。家里就我一个孩子，我得赶紧回家拿钱。当初彩礼16万8，我妈1分钱没动，让我陪嫁回来，还给我添了一辆20万的车。虽然我妈说那是生育基金，但是现在看来没用，不如让我拿来应急。可是我把抽屉连带着衣柜翻了个底朝天，也没有找到。我第一反应是丢了，可是左不过是在家里。而且，如果是被偷了，我丝毫没有印象家里什么时候被翻乱过，除非是家贼。我拨通了宋之的电话，让他回家。虽然不想见他，但是还是不得不当面问个清楚。几日不见，他憔悴不少，不过他自找的。听到我的问题，他支支吾吾的样子，我就腻歪。我先交5万押金，回头医保就报销了。你花了里面的钱也没事，花了没告诉我，就先这么着了。你把卡放哪里了？先给我，我真急用。你不说，那我就要报警了。他赶紧制止我，别。我说方言，我借给方言了，他没交通工具，接送欣欣很不方便。他说他想借钱首付一辆车。宋之又当着我的面给方言打电话，找他要卡。要用卡里的钱给我妈交住院费，结果方言说卡里没钱了，15万多他交了全款的车钱，还剩一些交了房租。我当时在旁边听着，都给我气笑了。我怎么摊上这么厚颜无耻的一对？宋之挂了电话，愧疚却无奈地看着我。彤彤，你先别着急，我去找周鹏他们借一些，你先应急。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忍心苛责他的心肝，只会让我忍。我不同意。他疑惑地看着我，我说我不同意，这是我的卡，我不同意借给他，他就是偷，我要报警。宋之马上开始求情，方言都用了，是他不对，可是他说了是借的，他会还的。你怎么不明白？我的钱我不借给他，除非什么？他悲愤地看着我，除非你同意离婚。我打听过了，押金虽然听起来不少，但是报完销不多。我一直以来
也没为我爸妈做过什么，这一次想做还砸锅了。因为要照顾我妈，我就跟组长请了几天假，趁着范搭子正跟我依依不舍呢，我提出想借点钱。搭子是有心无力，我也理解，他本身是外地人，租房交通都是钱，老家还有车贷房贷。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，组长从我旁边经过，用手机碰了碰我的胳膊，看私信。我狐疑地打开手机，赫然一笔5万的转账发过来，在上面是我转给他，他却没收的自热米饭钱。范搭子扒拉我的手机，也看到了，难以置信地张大了嘴巴：好人一生平安啊！宋芝来病房看我妈，灰头土脸的被我爸轰了出去，把秀荣气得病倒了。怎么还想把我气得病倒吗？滚！拿着你的东西滚得远远的！爸妈，我妈始终背对着他，不看他。我们没有你这样的女婿。勾三搭四，外面早就有了私生子，你有什么资格娶我女儿？爸，您别这样说欣欣，她还是个孩子，她是无辜的。你想打我，想骂我，怎么这都成？滚回你自己家父慈子孝去，别来污我们的眼。宋芝吃了鳖，臊眉搭眼的走了。本来以为就这样了，没想到下午方言就领着孩子来了。阿姨，你们要骂就骂我吧。宋芝也不知道欣欣的事情，我也是回来后才告诉她的。我也不想破坏宋芝的家庭，可是欣欣越来越大，缺失父爱，她该怎么成长？你们就当可怜可怜我，可怜可怜这个孩子。我妈住的双人间，旁边的患者已经开始围观了。医院本来就是人多口杂的地方，我爸赶紧轰他，他还死乞白赖着，把欣欣拉在身前：欣欣乖，叫外公外婆。孩子面前，我爸也不好发作，他拉扯这些就是逼我离婚罢了。我走过去摸了摸孩子的头，柔声说：欣欣回家吧，你爸爸很快就会回去了。看到我表明态度，方言才肯带孩子走。我已经对宋芝彻底失望了，竟然觉得他们这样做戏很好笑。既然要离婚，我爸妈自然也不往心里去了。只是我们知道这件事还没完。出院以后，两家人谈离婚的条件，他妈一副傲娇的样子。简彤来我家半年多了，也没有怀上个一儿半女的。现在要离婚，自然是彩礼退回，把车开走。我妈反问他：你不是有孙女了吗？宋芝是骗婚，凭什么退彩礼？你们起诉吧。宋芝妈自知理亏，最后商量的是车开走，彩礼一半作为补偿。我们也不想耗着了，只想速战速决。去民政局递交离婚协议书的时候是个艳阳天，可惜我甲沟炎犯了，转身的时候踢到了民政局的椅子，疼得我两眼一黑。1个月以后来领证，不要让我催你。我强装镇定，可是我的眼圈出卖了我。彤彤，我知道你也舍不得我们的感情，我也还爱着你。你等我安置好了方言和孩子，我会再去找你的。我冷漠地拆穿他，你但凡用点心了解我，就应该知道我只是甲沟炎犯了。出了大厅，就见方言化着精致的妆容，穿着得体的衣服，身量纤纤，站在外面等宋芝。见他出来，快步2下走到他身边，挽住他的胳膊，热情地问一会去吃什么，庆祝他单身。他还得意洋洋地问我要不要一起。看看他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，我就饱了。我假笑一下，不用了，只要宋芝别一直对我说还爱我就好了。宋芝惊诧地看看我，不会还以为我会给他藏着掖着吧？方言气急败坏地往前走，宋芝一边追他，一边哄他。看到他们走向远方那辆朋友圈里出现过的白车，我才松了口气，找个矮石柱坐下来。怎么，舍不得？组长的声音在头顶响起。不然你眼圈怎么红了？
我高兴的就差敲锣打鼓了，好吧。我跟他说我甲沟炎犯了，他告诉我他来附近办事，凑巧碰到。他说人的感情是复杂的，不一定是只爱，也不一定只恨，没有人责怪你不同的情感，你有权利又爱又恨，或者又厌恶又可惜。不管怎样，这段感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。周鹏老婆知道我离婚了，发消息安慰我，还给我八卦。他说方言当初净身出户，说是为了孩子的抚养权，其实是因为孩子不是他前夫的，而且方言也骚扰过周鹏，不过被他遏制住了。还有宋芝，相亲以前还跟方言做过男女朋友，更准确的定位是舔狗。听他这样说，看来方言有2把刷子，那欣欣到底是谁的孩子还有待考证啊。不知道方言是以什么样的证明让宋芝相信的。彩礼的一半打到了我的卡上，我第一时间取出来还给组长，组长再三确认我真的有钱还，才收下了。你可以叫我谢慈，不要总是组长的。哈，干嘛突然说名字？好尴尬。我装傻充愣，我得给你利息，你算是多少？统共也没用几天，就不要利息了，请我吃饭吧。面对我的迟疑，他又开始找补，没别的意思，你不要有负担。周鹏老婆跟我说方言在朋友圈晒一家3口的合照，而且方言已经搬到宋芝家住了，离婚证还没有下来，也太心急了，毕竟算上取证还有60天呢。我纠正他30天，万一个宋芝后悔了呢？我坚定地说，后不后悔是他的事，我一定要离。趁着午休，我请组长吃饭，他选了一家方便快捷的商场店，吃完了还可以逛进。正好我的那瓶香水摔坏了，需要买。进了专柜，迎头看到宋芝，她拿着手提袋正往外走。上次的香水瓶碎了，我总想着还你一瓶，正好今天来这附近办事，就买了，跟你上一瓶一模一样。她急切地说，我却没有接过来，反感地说，以前买这瓶香水是你说好闻，其实我并不喜欢，现在我再也不想闻这个味道了。她讪讪地收回手，恶狠狠地说，你真绝情啊，有了新男友是不一样。说完还在我和组长身上来回打量，贼喊捉贼。我厌恶地说，彼此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就谁也不要干涉谁了。你别忘了，我们还没有领证，没领证就不算数。女主人都已经登堂入室了，宋芝，你不会是想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吧？要是让方言知道了，可有的闹了，可能是被闹怕了。宋芝眼底闪过一丝慌乱，组长趁机拉着我的手进了店里。挑选的时候，我心不在焉。组长凑过来，轻快地问，刚才为什么不解释？让他这样误会，真的好吗？本来我还觉得给他添了麻烦，现在看来是甜蜜的负担了。你管他怎么想干嘛？没有，我是想你是不是也这样想的？不是吧，组长？你不会想跟我搞办公室恋情吧？公司可不允许。他立马不稳重了。我有能力，可以换公司。我记得他比我还小2岁，年下就是也。火速结完账，我马不停蹄地滚回工位。这个话题就此打住。晚上我就接到了方言的电话，他在电话那头歇斯底里，造谣我离婚了，还勾着宋芝，分了彩礼走。还让他买东西，回来了还跟他吵架，然后又得意洋洋地说我没收拾走的东西他都砸了，还有我睡过的床，还有衣柜和化妆桌，他统统都要砸了，全部重新装修。他觉得是胜利者的姿态，可惜我无感，因为得到一个男人而沾沾自喜，像溺水的人抱住了朽木。我轻声说，你一把说把宋芝加点了，也跟我无关。与其给我打电话，
不如好好看着宋芝，让他按时能去拿离婚证。他气急败坏地挂了电话。周鹏老婆说的没错，1个月转瞬即逝，宋芝果然推三阻四不去领证。他找到我，低声下气地说爱我，说方言跟他想的不一样，说他可以给欣欣抚养费。我看到他颓然的样子，觉得好笑。晚了宋芝，确切地说不是晚了，是只要发生了这样的事，我就不能接受。我们好聚好散，给彼此一些体面吧。看来现在能治宋芝的只有方言了。为了能够顺利地拿到离婚证，我也只能出此下策。我拨通了方言的电话，语气轻佻：宋芝不会还爱我，还舍不得我吧？才不去领证。可是他不去，又怎么再跟你领结婚证？你真可怜，破坏别人的家庭也没有好下场，连名分也不肯给你，在我睡过的床上用我不要的男人，还沾沾自喜。方言，你是真的不值钱哎！方言气炸了，嗷吼道：简彤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打电话就是为了羞辱我，你给我等着！我恶狠狠地回他：可以，我可以等着，但是我要在民政局等你和宋芝来，让他带全东西。我激怒了方言，他一直打电话过来，应该是要骂回来，我没接。到了晚上快睡觉的时候，才收到了一条短信，约定了领证的日子。估计今天晚上也吵了也闹了，才有了结果。领证的头天晚上，周鹏老婆说他们一起喝酒，宋芝哭诉说压力大，方言辞了工作，一边嚷着装修，一边办婚礼，还要大张旗鼓，彩礼也是要18万。宋芝愁的憔悴了很多，难怪又回来找我，果然还是复婚最省钱。他又说看他提起我那种悔恨的样子，不像假的，应该是有感情吧。虽然我跟他在一起时间短，但是生活上比较合拍，也可以容忍他父母。但是那时我本身就很好，跟宋芝无关。第二天是组长陪我去的，我需要个帮手，正好我请假，他就死皮赖脸跟来了。我们在大厅等的时候，就见方言气势汹汹地进门，看着就是像冲着我来的。果然他一近身就抓住我的头发往下扯，我仰起头也伸手去扯他的头发，一时间大厅一片混乱。他一边扯一边咒骂：让你那天骂我，我给你脸了，我不甘示弱。民政局那么多人，他不怕丢人，我更不怕。我哪句话说错了？你不就是小三吗？他不来领离婚证，不就是不想娶你吗？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，狐狸精！你他妈的还说！民政局的保安也赶紧来劝架，宋芝和谢慈一人抱着一个，才算扯开。周围的人也不办业务了，都来看我们俩了。欣欣也在旁边吓得哇哇大哭，一时间好不热闹。最后保安嚷着要报警，才唬住了方言。虽然最后不太体面，但是我的目的达到了。我整理了整理凌乱的头发，拿着我的本本，心里很踏实。宋芝在我旁边低声说：简彤，你不要恨我。我嫌恶地往边上站了站，郑重地说：宋芝，你太看得起自己了，我不仅不恨你，也甚至都不会再记得你。以后我走我的阳关道，你过你的独木桥，我们两不相干了。他还想再说什么？方言在后边一直催促，而且我也不想跟他废话，拉着组长就往外走。上了车，组长拿了个牌的号码条出来，还掏出身份证和户口本。我赶紧摁着他的手，把东西摁回他包里。你干嘛？我还有业务要办。我瞪了他一眼，大哥，你就别添乱了。那天他有点心疼，想碰我的脸颊，又不敢碰，受惊般的缩回了手。就应该报警，咱们去验伤。他先动手打你的，我故作不在乎，摆摆手。他从我这也没占到什么便宜，
只能拿到离婚证就行。谢慈这2天都接送我上下班，美其名曰顺路，其实是怕我那天受到惊吓，想默默守护我2天吧。他还是挺贴心的，温热的早饭，精致的甜点，趣事杂谈，时事热点，有他陪伴，一路上不再枯燥无聊。没2天，周鹏老婆给我发了个视频，是民政局我俩抓闹的，标题是世界多疯狂，小三打正房，浏览量和评论数都不低，大家纷纷指责小三猖狂。这个是当时有人办结婚证，为了留念才拍视频，没想到会拍到这一段。不过方言应该知道了，原视频被投诉下架了，这个是录屏。方言这次可出名了一把，估计有段时间不敢出门了。随后他又故作神秘地说，你们离婚那天，宋芝开车跟方言吵起来了，车子失控撞到树上，孩子在后排没有系安全带，受伤比较严重。因为去医院，宋芝才知道孩子的血型跟他不符，欣欣压根不是他的孩子。这件事也不算特别的出人意料，只不过宋芝因为孩子弄得众叛亲离，最后还被人摆了一道，实在有意思。不过他俩现在在一起了，方言哪里是他能轻易甩掉的。他跟方言的事我已经不在乎了。周鹏老婆说他们不怎么联系了，发小到最后也分道扬镳，更何况还是有目的的发小，对他们除了利用就是算计。说周鹏有次跟宋芝视频，方言也在旁边插嘴，后来他俩就吵了起来，锅碗瓢盆摔摔打打，孩子在旁边哭，方言还会在朋友圈直接贴脸开大宋芝他妈。这一家人的生活精彩绝伦，像连载的小说。方言拿朋友圈开始更新，看到他过得不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更惦记我的好了，宋芝会时不时的给我寄个东西。一开始是我用他账号助力的包，后面可能是个好看的布偶，可能是个新奇的摆件，不过我都仔细核对了信息拒签了。他这样刷存在感，如果我真的搭理他，他反而更来劲。就这样无视他，等他自己觉得没趣儿，就不做这种傻事了。我就知道东西得亲手送才有诚意，我可不接受拒签。谢慈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我的心跟着停顿一下。他把一束花递给我，言笑晏晏地看着我，我接过来，不知所措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他前段时间办了交接辞职了，没了消息。你不是说不可以办公室恋情吗？我当然是找了个新工作，这样就没人会议论我们了。那你为什么一直不联系我？我没有立场啊，我又不是你的谁，凭什么联系你？我呸！巧言令色，不过是想让我承认他，哪里那么容易？那我还没有问你，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？我那天看你淋了雨，挺可怜的，像我以前雨天捡的一只流浪猫，我现在把它喂了很好，你看有20斤。说着就掏手机给我看图片，肥硕的一只猫，我也会把你养得很好的。他就这样信誓旦旦地说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，我还是挺不好意思的，抱着花就往楼道里跑。但是我还是要说，我考虑考虑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